史上3次神秘巧合，令人不得不怀疑，世界或许是一个轮回。时光流转，王朝更替，浪花淘尽古今多少风流人物。在华夏5000年的悠悠历史之中，充满着无数神秘诡谲的故事，也成就了无数令人惊叹的巧合，总能给后人以无尽的遐思。历史不会重演，但总会有惊人的相似，像是冥冥注定，也像是超自然手段的操纵。为何相似的历史总是反复的上演？为何历史长河中存在如此多的惊人巧合？难道世界真的是一个不断轮回的大舞台？2世而亡的秦和隋。秦朝和隋朝都是承自辉煌鼎盛的大一统时代，通过结束王朝衰败的纷争乱世，最终再次实现具有典型历史意义的王朝统一。虽然开创者励精图治，为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，但不幸的都是2世而亡。文王拉车800步，大周江山800年，东周与西周，遍地诸侯国。作为中国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朝代，大周朝不仅文化极尽灿烂，对后世的思想、制度、观念等也是影响深远。汉高祖斩蛇起义，大汉王朝400年，东汉与西汉分封同姓王。作为一个充满了荣光与传奇的王朝，汉朝更是如童话般璀璨，甚至延续至今的华夏最大民族汉族就是承自大汉王朝。周朝后期，诸侯遍地，天子逐渐式微，诸侯国蠢蠢欲动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周王基本已经丧失了对天下的掌控，诸侯争霸，纷争不断。东汉末年，黄巾起义，军阀割据，天子逐渐式微。前有魏蜀吴三国鼎立，后有300余年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，国家一度陷入凌乱之势。秦始皇奋6世之余烈，吞2周而亡诸侯，一扫6大诸侯国，结束了500年的诸侯纷争，完成了华夏大一统的伟大征程。隋文帝出身名门望族，灭陈朝而统一南北朝，结束了自西晋末年来近400年的分裂局面，再次让分裂已久的华夏重归一统。秦始皇砥砺改革和政治制度创新，车同文，书同轨，统一度量衡，推行郡县制，修建万里长城等。秦始皇通过一系列划时代的政策，为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隋文帝内整制度，外服四夷，开创科举制、3省6部制，开皇律，推行州县制，开挖大运河。隋文帝在位20余年，政治清明，府库充实，外患较少，社会一片繁荣。秦始皇去世后，宦官专政，秦2世而亡。秦朝的天下在6国反抗以及农民起义中崩塌，秦朝仅仅存续15年便灭亡，结束了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。隋文帝去世后，权臣当道，隋2世而亡。隋朝的统治在风起云涌的起义军中宣告灭亡，隋朝仅仅存续38年便灭亡，仿佛昙花一现。幸运的是，秦灭亡以后，随后建立的汉朝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再次成为后世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。而隋灭亡后建立的唐朝，亦是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。2大王朝都是结束了100年的纷争乱世而立，开国皇帝文治武功史上少有，但都传位于无能暴烈的继承者，导致王朝2世而亡，却又都把华夏民族重新拧成了一股绳，为后世辉煌灿烂的大一统王朝铺平了道路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兴于蛇，亡于莽的大汉王朝。秦朝末年，社会动荡不安，秦2世的暴虐统治激起了民众的怨愤，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，到6国移民纷纷响应，整个大秦都掀起了推翻暴秦的起义浪潮。刘邦本是泗水亭的一个小小亭长，奉命前往骊山皇陵押送徭役，然而天降大雨，路途延误，且路途中有不少人都已经逃跑了。按照严格的秦律，失期当斩，更不要说逃跑了那么多人。为了聚拢人心，刘邦私自下了放人离去的决定。然而这群人犯本就无处可去，受恩于刘邦的仁义之举，他们自愿追随刘邦落草为寇，愿意跟着刘邦混口饭吃。行至半路，前方忽然有一条白色巨蟒挡住了前路，
众人惊慌失措之间，刘邦借着酒劲，手持利剑冲向前去。那蟒蛇却突然口吐人言：你欠下的账总有一天是要还的。你斩我的头，我就窜你的头；你斩我的尾，我就窜你的尾。闻言，刘邦大吃一惊，挥剑劈向正中间，将巨蟒斩成两段。更为奇异的是，众人又往前走了一段路程，却偶遇一位在路旁痛哭的老妇人。有人问老妇人为何是痛哭，老妇人说：我儿子是白帝之子，因变成大蛇挡了路，就被赤帝之子杀了，所以我在此为儿子痛哭。说罢，妇人瞥见人群中的刘邦，便拦住他，让他为自己的儿子抵命。刘邦自知理亏，便对老妇人说：这里是荒郊野外，怎么给你抵命呢？等到平地的时候，再为你儿子偿命吧。大秦命格属土，正暗合白帝之子。经此一事，刘邦更加相信天命所归，认为自己必能成就一番大业。周围的人也被所见所闻所惊叹，对刘邦更加敬畏。至此以后，刘邦在反秦起义中逐渐崭露头角，并凭借着出色的手腕，逐渐扩张了自己的实力。最终在垓下之战中击败项羽，一统天下，建朝大汉，是为汉高祖。等到西汉末年，汉廷已是千疮百孔，内忧外患十分严重。等到汉平帝继位时，朝中大事基本已被王室外戚所把持。巧合的是，权臣王莽凭借外戚的庞大势力，毒杀平帝，废除孺子婴，并以摄政之名篡位称帝，改国号为新，自称新始祖，正好将汉朝一分为二，延续了215年的西汉灭亡。直到光武中兴，刘秀等起义军消灭王莽，才重新兴复汉室，为汉朝再续近200年国祚。从斩蛇起义而建汉，到西汉分裂，东汉再续，这就是所谓的高祖斩蛇，王莽篡汉，平帝还命，也在冥冥之中暗含了历史的某种循环规律。3. 元起元灭总是期。大宋两朝18帝，上承5代10国，下启元朝，享国祚319年。这不仅是一个皇权更迭、国运兴衰、王府的朝代，更是一个重文轻武、小皇帝频出的朝代。更神奇的是，宋朝的建立和灭亡都与一个神秘的数字7有关。唐朝末年，军阀割据，宦官当政，残酷和剥削比比皆是。无路可走的老百姓在死亡的边缘苦苦挣扎，农民纷纷揭竿而起，席卷全国的起义与战争大面积爆发，华夏大地陷入了继春秋战国、魏晋南北朝之后最为混乱的时期之一。短短53年，却出现了15个政权的更替。正如天下大势分久必合，长期分裂的华夏大地也终将迎来统一。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原本只是后周的一名武将，师从后周皇帝世宗柴荣。此时在后周的南征北战之下，5代10国基本灭亡，全国即将迎来新的统一。可惜的是，柴荣突发疾病，年仅7岁的柴宗训继位。彼时拥兵自重的赵匡胤设计发动陈桥兵变，上演了一出黄袍加身的好戏，逼迫后周恭帝禅位。自此，赵匡胤登基称帝，建立宋朝，同时也开了拥兵自重、欺辱孤儿弱母的不义开端。天道好轮回，苍天绕过谁？因不义手段获取皇位的宋朝，历来的地位传续都有问题，或是因为早逝没有子嗣传给宗室，或是皇帝年幼大权旁落外戚，皇权常年不稳固。宋朝推行重文轻武，在皇位不稳的情况下，也导致军力、国力与日俱下，甚至在历史上落了个弱宋的名头。国力日衰，面对环伺的强敌，根本无从抵御。等到元军铁骑攻陷京师，南宋的最后一位皇帝竟然也是一位7岁的小皇帝，甚至被迫跳海殉国，也算是轮回报应，因果循环。得皇位于7岁小皇帝，再从7岁小皇帝手中失去天下，因一己私利而罔顾君臣之义，师徒情谊，欺凌幼主的北宋开国皇帝宋太祖，也最终为后代子孙埋下了家国覆灭的祸根。更加巧合的是，从北宋开国到南宋灭国，宋朝共出现了18位帝王，北宋、南宋却刚好各占9位。结语：冥冥之中是否真的有历史轮回？
纵观秦、汉、隋、宋几朝奇闻异事般的历史进程，我们也不得不惊叹于历史的神奇之处。一切似乎都在遵循某种既定的轨道螺旋前进。或许并不能简单的以轮回来解释这些巧合，但其中也必然有着一定的历史周期性规律及其内在联系。尽管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些规律的存在，但因何存在、何时呈现、如何呈现，历史仍有诸多未解之谜等待着我们去探索。回望历史长河，在这个可能存在轮回的世界里，或许每个人都有其特定的使命和价值。作为历史的一部分，我们也一直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关于自己的史书。